哥哥，救救我！沈清宇，你哥来接你。我哥，他来了。赶紧收拾东西走。他怎么瘦了这么多？在静心书院待了3年，知道错了。哥，青雨，这几天你练兵辛苦了，我给你准备了营养午餐。好。走吧，跟我回家。站住！在外头待了3年，你还是这么任性，是不是？小姐，少帅今天为了来接你，连最重要的军火交易都推迟了，你还是上车吧。赶紧上车吧，别让父亲母亲久等了，他们可都盼着你回家呢。我哪来的父母？你忘了，我是孤儿院里的孩子。说什么混账话！别忘了，你是沈家的女儿，再怎么样，那你也是沈家的人。是吗？我看沈西西才是你们沈家的千金，而我早知道要被你们害成这样，我宁愿一辈子待在孤儿院。你有什么资格怨恨我们呀？我们把你从孤儿院找回来，好吃好喝的供着你，是你自己不自爱，做出有辱家门的事。在静心书院关了3年，还不知悔改，我看你是在里面没有待够。我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们在干什么？秦宇，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啊？不知廉耻的东西！沈清宇，我没有你这样伤风败德的妹妹。哥，我没有，请你们相信我。我们沈家没有你这种不知廉耻的女儿。来人，把她送到静心书院，好好反省思过。没有，哥。是我太天真，以为找到亲生父母就可以找回缺失的亲情。别装了，赶紧上车吧！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就凭你自己，还想和沈家断绝关系，独自生活？没错，我就是要和沈家断绝关系。从今往后，沈家再没有沈清宇这个女儿。哼，断绝关系，笑话！你就算是死了，那你也是沈家的人，名字也是要刻在沈家的族谱上。干预过重，病入膏肓，最多还要3个月可恶。你有什么未了的心愿，赶紧去了结吧。我都快死了，还有什么好怕？既然你不肯让我走，那等会儿你可别后悔。怎么？刚刚还在放狠话，这么快就改变主意了？上车吧，有些话我要当面说清楚。
好了，你也不要嘴硬，回家之后收起你那顽劣的脾气，好好孝顺父母，和西西和睦相处，也不枉他们这3年对你的记挂。记挂？他们还记得有我这个女儿吗？静心书院并非什么与世隔绝之地，想见我随时可以来见。书信也每周由报童寄送，可3年来，他们从没来看过我一次，也从没给我寄过一封信，这也算记挂。但凡你们来看我一次，我都不会在里面被迫害到得了绝症。静心书院乃清修之地，父母亲把你送进去，那是希望你认真悔过，怕你静不下心来，才不来打扰。清修之地，你们知道我在里面过的是什么生不如死的日子吗？你们知道我在里面过的是什么生不如死的日子吗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省省吧，进来这里的你都是些犯了大错，不脱层皮，别想出去。我要回家！我要回家！你还以为你是什么千金小姐？你家人把你送到这里来，就是彻底厌弃你。你要是不老实，有你的苦头吃。你们都给我看清楚了，这就是不听话的下场。怎么，只不过是把你送进去进行粗茶淡饭，学习女训，修习女子德行，你就觉得生不如死了？我看你是在家里过得太舒服了。当初你做出那种不要脸的事情，你就没有想过后果吗？我不要脸？我说过不是我做的，你们信过我吗？又来了，你又是想说是西西陷害你是吗？不要老用你的小人之心去夺君子之腹。我和西西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了解她的为人，她绝对不可能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。出了事以后，你们不听我辩解，也不去仔细查问，直接就把我送进静心书院。现在，当然你们怎么说都可以。你觉得这是什么很光彩的事情吗？把你送进去，难道有着家丑外扬吗？行了，前面也快到家了。父母亲为了迎接你回家，特地准备了家宴。以后不要这么任性了，好不好？听说西西这次回国前的作品入选了法国艺术沙龙，西西表妹这次回来还给我们带回了一个城中快婿呢。西西留洋前，我还觉得吾家有女初长成，没想到才2年就到了嫁人的时候了。太快了！哎，阿姨，我听说咱们这个准妹夫是京城商会的2公子，家世显赫呀。别管什么家世，只要对我们西西好，他幸福，我们就幸福啊！对，只要对西西表妹好，咱们都幸福。是啊，真是一团和气。原来这个所谓的家宴根本就不是给我接的，是为沈西西留洋归来准备的。父亲母亲，我和青雨回来了。这扫把星怎么回来了？还穿这么磕碜。回来了。青雨，快让我看看你！哎呦，瘦了。你怎么穿成这样啊？我不是让人给你送去了新的衣裳吗？新的衣裳？你确定？我连个线头都没见过。又装可怜，表妹，这都3年了，你怎么还是这么低劣卑贱啊？3年没见，你怎么还是这么贱？你说起新的衣裳，别说在静心书院了，我在沈家都没见啊。沈青雨，你说这话就是你的不对了吧？
你在沈家这2年里，吃住那都是用的最好的，裁缝每个月都会给你送来一批最实心的衣裳，珠宝首饰，上行的人也同样会送来供你挑选。你说你连新衣裳都没有穿过，你不觉得害臊吗？我为什么要害臊？你说的绫罗绸缎、珠宝首饰，我见都没见过。哎，好了好了，青雨刚回来，你们俩就吵，多大点事啊？浩云呐，先让人上我房间取点旧衣服，给青雨换上就好了。沈清雨，母亲跟你好好说话，你甩什么脸色？你一回到家就挑事儿是不是？我看你在金星书院根本就没有待够。不高兴的时候把我当下人，高兴了就赏我2件旧衣裳穿，而我只是不想认人拿捏，就是挑事儿。哎，好了，浩云，算了。不行，母亲，我今天必须要给他好好算算这笔账，免得他以后血口喷人。管家，少帅，老奴在。给我拿账本来，得跟他好好算算这笔账，看看他这2年在沈家到底收了多少衣衫首饰。这个，少帅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！我待会儿就要看看你到底有什么好说的。大帅，夫人，什么意思？这些珠宝衣裳的确没有分给青雨小姐。什么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家里的女眷人人有份。少帅息怒，是大帅说青雨小姐刚从孤儿院回来，陡然得到这么多的赏赐，怕她挥霍，所以就让我都给2小姐了。浩云呐，我知道你心疼你妹妹，但我见过的人比你吃过的盐还多，知道穷人乍富最容易挥霍无度。我不过是想要青雨明白，富贵来的不易。富贵？你们大帅府的富贵我从来没有享受过，不易倒是遭受了不少。放肆！你怎么和大帅说话呢？一副教养，就算是有错，那也是无意的。你再敢训我一次，小心我撕了你的嘴！疯了吗？如今怎么变得如此凶悍？哼！那衣裳为什么不给她衣裳？夫人说青雨小姐她用不上这么多好衣服，2小姐朋友多，在外面交际应酬，所以都让给2小姐。少帅，这些事我也不知道你不知情啊。母亲，她说的是真的吗？青雨，我只是觉得，我不想让西西觉得你回来了，我们就不爱她了。啊？是吗？你为了让你的宝贝养女开心，我就活该过苦日子。哦，原来我的亲生母亲竟然觉得我不配穿好衣裳。好了，青雨，那就算家里没有给你新衣裳，你就不知道自己花钱置办点行头吗？沈少帅还真是眼盲心瞎呀！你为什么觉得我有钱给自己置办新衣裳？什么意思？你是说这2年你没有收到过家里的钱？军营事忙，我每天日理万机，哪有功夫管这些家长里短的？我也是觉得他刚从孤儿院回来，应该用不上那么多钱。是，我不配，因为我是从孤儿院回来的，不想给你们添麻烦，所以我每天靠给同学跑腿挣几个铜板，给自己买笔墨。来，管上！来，管你我来。同学，这是给你们带的午饭，作业都写好了。拿着你的报酬，滚吧！来，继续。小孩你再来。我快死了才明白，我的父母根本就不爱我。好了，青雨，是我办事不妥，但你和西西都是我的女儿，我不可能偏心的，别往心里去啊。沈夫人的话，我曾经也以为是真的，但是为什么我说我喜欢画画，我想要进修美术，你说我从来没有上过学，不懂艺术？
转头倒给沈西西请了3个老师专门来教她，而我只能求同学借我看看那些我买不起的画册。够了，那母亲也不是故意的，都已经低三下四的给你道歉了，你还要在这儿咄咄逼人？行了行了，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总提这些干什么？这次家宴就不要翻旧账了。哎，姨父，父亲母亲，你们在吵什么呢？西西，哎呀，西西，西西，你来了，母亲，快让我看看你。哎呀，真好！想必这位就是学儿公子吧？见过沈大帅，不愧是青年才俊呐！西西可是我最宝贝的妹妹，你要是不好好对她，那我可不会放过你。少帅放心，我会好好对西西的。能够迎娶到像她这样有才华又善良的女子，是我的福气。哎呦，那我们可就放心了。哦，对了，哥，你们刚才干什么呢？是姐姐回来了吗？对，你和你姐今天都一起回来了，正好我们一家人好久没有团聚了，快入座吧，一起入座。对，好，来，大家入座吧。都坐啊，大家都坐啊，大家都坐。来，都坐。好，坐，大家都坐下啊，坐下。多吃点菜。青雨啊，今天这顿晚宴可是你母亲精心准备的，有什么话吃了饭再说。她精不精心准备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反正又没有我的位置。管家，怎么回事？少帅，这都是按以前惯例摆放的。瞎了你的狗眼吗？没看见青雨回来了？可是青雨小姐以前在家也不上桌吃饭的。多吃点啊，都瘦了。好，别老挑食，知道吗？来，西西，多吃点，这都是你爱吃的菜。谢谢母亲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过来吃饭。我不饿，你们先吃吧。这是我吩咐厨房专门为你做的。好，我从来没有上桌吃过饭，你们难道不知道吗？这个家从来都没有我的位置，这个家从来都没有我的位置。你都回来这么久，那你就不知道张嘴要吗？我要过了，有人当回事吗？家，青雨小姐有没有问过？少帅恕罪，大小姐是说过，可是家里的桌椅碗筷都已经按照惯例摆放好了，我一忙就给忘了。混账东西！明天不用来了，滚出去！少帅恕罪，少帅哎呀，恕罪。好了，管家又不是故意的，还不赶紧去拿碗筷和凳子？是。大家继续啊，大家继续。青雨，你看，以往是我们疏忽，让你受了委屈，这不做了这么多菜，都是你爱吃的，快过来入座，来。这10几道菜全是沈西西爱吃的，还有2道是我不能吃的。今天也是西西回来的日子，做些她爱吃的菜有什么不可以？你不要太过分了啊！那我喜欢吃什么？你们倒是说呀！说不出来了吧？既然说不出来，就不要假惺惺的做出一副对我很好的姿态。姐姐，不要生气了，你想吃什么，我去给你做好不好？只要你不生气，我做什么都可以的。好，那你现在就去做。刘呢？西西，他本来就占了你的位置，你凭什么给他做菜啊？沈清宇，是，以前家里可能是疏忽，但是现在碗筷给你拿了，椅子也给你摆了，你还逼着西西给你做饭，就是你的不对。我的不对，是他自己提出来的。
看似忍让，实则逼迫。沈西西，你那套楚楚可怜的把戏，还真是玩不腻。我没有。够了！你给我闭嘴！好好的家业，你非得搞得大家胃口全无。看在你从静心书院回来的份上，我不跟你计较。现在，要么你给我闭嘴吃饭，要么你给我滚回房间去。闭嘴！我就不闭。这顿饭，我看谁都不要吃了。季星宇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对，我就是疯了，被你们逼疯的，满意吗？你这孩子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从3年前你们送我去静心书院开始，沈清宇就已经死了。你这个逆女，你还敢提这件事？一个闺阁女，爬人家宋公子的床，弄出这么大的家族丑闻，还敢怪我们送你去修女德？什么叫家族丑闻？你的养女陷害你的亲生女儿，不惜毁她清白，这才叫家族丑闻。你什么意思？父亲，我没有。没事的。3年前的事情，我并非百口莫辩，是你们一味的偏听偏信，让我在静心书院被关了3年。放屁！3年前的事大家心知肚明，分明就是你蓄意勾引，想生米煮成熟饭，嫁入高门。你有什么可狡辩的？我蓄谋勾引？好，那我问你，是谁邀请宋吉安来家里的？是我邀请宋吉安来的，没错。可是我没想到姐姐竟然那么大胆，在她的茶里下药，做出这种事情啊！下药？你怎么这么清楚我下药了？难不成你亲眼看见了？我怎么可能看得见姐姐下药？是宋吉安说的，不信你们可以去问他呀。你明知道宋吉安2年前就出国留学了，根本问不了他。不过，那种药只有开处方凭证才能做，而能开处方凭证的只有一家，那就是国泰药房。3年前，到底谁下的药，一查便知。这件事已经很丢人了，难道还要为这件事让家丑外扬吗？过去的事情就已经过去了，难道你还要纠缠不放？当年你们只听沈西西的一面之词，就连夜把我送走，而如今真相就在眼前，却不肯查问，到底是不愿意，还是不敢？你们到底在怕什么？好，既然你心有怨怼，来人，把国泰药房的掌柜给我带过来，顺便带上他的就诊记录。哥哥，怎么了，西西？当年父亲为了不让姐姐的丑事外传，都不让下人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，现在据说岂不是……没事的，西西，我去问问情况，不会多说的。没事的。见过大帅、少帅、夫人。掌柜的，我问你，3年前3月25日，青雨小姐是否去过你们药房，看过病，拿过药？少帅，容我查一下就诊记录。查到了吗？哦，查到了。青雨小姐没有来过。啥？那是谁去过？是……少帅，实不相瞒，昨天我们药房发生了火灾，把一部分就诊记录给烧掉了。烧掉的正好是3年前的一些记录呀。烧掉了，也就是说，你根本不知道当时是谁去买的药。是的。怎么这么碰巧？我刚要查就被烧掉了，偏偏还是3年前的。说，是谁指使的你？少帅，我没人指使我说的都是实话呀。姐姐，
你就别再逼迫他了。你看他被吓成什么样子了。行了，你先下去吧。哦，好。沈清宇，人给你叫来了，该问的也都问了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即便没有人证，这件事情也漏洞百出。宋吉安早就和别家定了亲，我如果想攀高枝，我为什么不选一个能娶我为妻的男人下手？喂，一个孤儿院出来的能有什么见识？没准你就是心甘情愿给别人当姨太太呢。你以为都像你一样，心甘情愿的给别人当狗？你再敢我说，我对你不客气。现在就对你不客气了。你竟敢打我！打你就打你了，还要分日子吗？哎呀，青雨，你太过分了！寻风怎么也是你表哥呀？怎么回事？这个贱人今天怎么这么厉害？姐姐，我知道你是恨我当年没有帮你隐瞒仇视，可是这也不关表哥的事。西西向你赔礼道歉了，你就别再迁怒他人了。刚才光忙着收拾他，收拾你了！西西，你没事吧？沈清宇，你这是疯了！西西，反正我都要死了，抽你们几巴掌怎么了？孽女，你敢打你妹妹，翻了天了！你的伤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青雨，你背上的伤，静心术，静心术院不是清修的地方吗？怎么会搞成这样？哎呀，没事了。青雨，你告诉哥哥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些都是你们的结果。哎，青雨，青雨！徐峰，你是学医的，快给他看看什么情况。看什么看啊？他刚刚欺负西西的时候那么精神，装的吧？喂，等等，陆寻风，她是我亲妹妹，是你亲表妹，无论怎么样，你也不能对她这么冷血。浩云，他刚刚怎么对我，怎么对西西的？西西就不可怜啊？不痛啊。西西那边我自然会补偿，你先给她看看到底什么情况。贱人，你最后得了绝症死了。这脉象什么意思啊？这个胳膊，他去的是静心书院还是刑部大牢啊？他这身上全是伤，新伤加旧伤，吃过一段累了。而且什么？而且他这脉象，你们干什么？青雨，你刚刚晕倒了，寻风在给你把脉来着。听话，先让他给你把脉把完。不必了，我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。沈清雨，我的忍耐是有限的，你自己要是再不珍惜自己的身体的话，你再这样，我就不管你。用不着你管，我本来就不想回来，是你非要让我回来的。不过一个晚上，就让我把过去的委屈又重复了一遍。不是你想的那样，青雨。我说什么你们都不肯相信我，我也受够你们了。我今天来，就是要和你们断绝关系。沈清雨，你在说什么大逆不道的话？沈清雨3年前就死，我以后和你们沈家没有任何关系。青雨，你的伤！义女，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姨父，姨妈，青雨她的脉象
有点奇怪。怎么回事啊？他的脉象时快时慢，杂乱无章，像什么？你倒是快说呀！像是将死之人的脉象。怎么会这样？你确定吗？我也不确定。你们都知道我是学西医的，中医我也是一知半解的呀。是不是因为他身上那个伤导致的呀？他去静心书院只是清修，又不缺吃穿，怎么会搞成这样啊？是不是你搞错了？有可能是我搞错了。他刚刚欺负西西的时候挺精神的，有可能他就是装的。哥哥，我疼。乖啊，西西，你让寻风帮你看一下。浩宇，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去找青羽问个清楚。这孩子，哎呀，没事吧？下这么大雪，你一个人要去干嘛？跟我回去！我说过了，我不回去。我都亲自出来接你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好大的恩惠啊！像我这样的人，怎配得到沈少帅的垂怜？你行了，寻风说你身体不好，你听话，跟哥回家，哥给你找个医生好好看看，还有你身上的伤。到底要我重复几遍？我说过我不回去。今天无论是下雪还是下刀子，我都不会回去。行，你别后悔，到时候别求着我回来接你。放心，我绝不后悔。青羽，这支钢笔不是青羽送给我的礼物吗？这支钢笔不是青羽送给我的礼物吗？这次宴会一定办得热热闹闹的。对，父亲、母亲、哥哥，这是我们过的第一个新年，我备了一些薄礼，还请你们笑纳。青羽啊，这种次等货我可带不出去啊，以后就别浪费钱了。上不去台面的东西。行了，青羽，你先退下吧，以后注意一些。要是有不懂的，那就多问问西西，她比你识货一些。哥哥，西西，西西啊，哥哥，新年快乐！父亲、母亲，我的新年礼物呢？早就给你买好了，是托人从国外带回来的。你母亲呀，知道你新年最爱打扮，早就托人从国外买了最时髦的洋装，快去试试，看看合不合身。好，你看看，西西高兴的。青羽以前很温柔懂事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她变了如今这副模样的？还有她身上到底哪来的那么多伤？连这支钢笔丢了我都不知道，难道3年前的事情真的有隐情？少爷，老奴知道错了，求您别赶我走。念在你在沈家待了几十年的份上，给你一个将功赎过的机会。少爷尽管吩咐，只要少爷不赶我走，您让我做什么都行。去给我查一下静心书院的底细，好好打听青羽在里面到底经历了什么事。是。
站住！慌里慌张的做什么呢？二小姐，我有事要禀告少爷。哥哥在里面会客呢，你和我说吧，我一会儿转告给他。这府里还有什么事是我不能听的？啊，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少爷让我去查青雨小姐在静心书院的事儿。什么？啊，那你都查到什么了？没想到青雨小姐在静心书院里过得那么惨。静心书院真是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为了让进去的女子乖乖听话，里面的老师常常滥用私刑。还有呢？青雨小姐进去后，天天被毒打，被灌辣椒水。他们还逼着小姐在下雪天跪在雪地里，夹断她的手指，绑起来用戒鞭打，只给她馊饭吃。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啊。这些绝对不能让哥哥和父亲母亲知道，不然我就死定了。好了，你下去吧，这些我都会转告给哥哥的。是。哥哥，刚刚管家来汇报你让他查的事。怎么样了？查到了什么？他说静心书院没什么问题啊，青雨姐姐在静心书院吃好的穿好的，每天还有专门的老师负责照顾呢。可她却很不配合，3天2头的找茬。我就知道，人家静心书院名声在外，他在里面哪闹什么事儿啊？他那身伤肯定都是他自己弄出来装的。真没想到，姐姐这样处心积虑。好一出苦肉计，我差点被他骗了。哼，沈经理，休想在沈家再翻身！少帅，我有要事来报。据探子来报，海城秦家昨晚已抵达云城。海城秦家就是那个富可敌国的秦家。秦家可不只有钱，他们大少爷秦川在外科研多年，如今全世界的那个军工生产线大部分都掌握在他们手里。我听说就连洋人见了他们都要低声下气。哥，你是不是认识他们呀？我也只是上个月跟他们的管家在海城有过一面之缘。我一直想搭上秦家做军火生意，可苦于没有机会。这可不是一笔小买卖，所以找个机会去拜访一下。这些钱应该足够我在这里生活一阵子了。看来我等不到我哥回国来接我走了。千羽，你一定要撑住，等你出去去海城找我哥秦川，把我的遗书和信物带给他，让他知道秦母是如何陷害我。小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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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！小希，离开沈家以后，就只剩最后一件事了。小希，你放心，秦家人马上就要到云城了，我一定帮你把东西送到。请小姐在此稍等片刻，我立刻去禀报少爷。任宁军部沈城前来拜访秦家家主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他来这里做什么？
云城这么大，难道我去哪里还需要向沈大少汇报？这可是秦公馆，不是你这个逆女能来的地方，赶紧给我离开！父亲，说不定是姐姐没钱了，来秦家讨生活呢。沈清宇，你不要脸，我沈家还要！赶紧给我滚，别丢了我们沈家的脸！你们别这样对他。母亲，他嘴里没有一句实话，您就别向着他。我早就不是你们沈家的人了，你忘了？我们早就一刀两断了。你这孩子，怎么说这样的气话呢？母亲，您别被他骗了，他一次又一次的骗我们，我已经查过了，你压根就是在演戏，还演苦肉计，好博取我们的同情心，在家里作威作福。苦肉计，你们的同情值几个钱？值得我这么费心？难怪你回家后性情大变，原来是处心积虑的想演戏，折磨我们。姐姐，你就别再嘴硬了，这又不是在家里，别让人看了笑话呀。沈西西，看来我上次打你不够疼，你还是不长记性啊！你想对西西做什么？西西，西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母亲。哥，都怪我，我又惹姐姐生气了。西西，这都不是你的错，你也都是为了我们沈家的颜面，不像某些人，真的是太令人心寒。你们在外人面前颠倒黑白都不怕丢人，我怕什么？沈清宇，我就是因为太相信你了，我已经派人去静心书院查过了，他们说你在里面过得很好，现在要做出这副孱弱的样子，到底要给谁看？够了，王副官，把他拖走，丢人现眼的玩意儿！我是来找秦家家主的，你们凭什么赶我出去？你放开！笑话，秦家家主是何许人也，会见你？姐姐，你这谎撒的也太离谱了吧！哥，姐姐是不是得疯病了呀？咱们把她送进精神病院吧，可不能让她在外面胡来啊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快走！放开我！放开！放开！青羽，青羽，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吐血了，青羽？你不是说我装的吗？现在我告诉你，我得绝症了，你们满意了吗？什么绝症？青羽，你告诉哥哥到底怎么回事？青羽，你跟哥哥说，你是不是骗哥哥的？青羽，秦家家主到。没想到这个权势滔天的秦川，竟也一表人才。谁不会请人了？正是要请。秦先生，拿这块玉佩过来的人是谁？就是这位小姐。小姑娘，姑娘，青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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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叫医生来！是。医生，怎么回事？秦川怎么这么关心这个小贱人？青羽和秦家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让一让，让一让。不好了，这位姑娘的身体已经病入膏肓了，全靠一口气撑着，现在随时可能没命。什么？病入膏肓？青羽真的没有骗我？怎么会这样？回房间用仪器。秦少，青羽是我妹妹，放我们进去。不好意思，我们秦家今天不见客，各位请回吧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
秦先生已经暂时稳定了，辛苦了。你是秦先生？小溪临终前的话都写在心里了。没想到我一出国，我能恶毒的继母就开始加害小溪，我竟然什么都不知道，害得小溪白白丢了性命。真羡慕小溪，还有一个挂念她、爱她的哥哥，而我什么都没有。我很抱歉，没有能力护住她，请您节哀。该清算的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，我会为小溪报仇。你呢？小溪在信里说，你也是被家里人害的，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了，我和沈家已经毫无瓜葛，两不相欠。那你一个人今后有何打算？多谢您的关心，我已时日无多，不需要再为我做打算。我只希望能够一个人安安静静的走。别说丧气话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况且小溪也希望你好好活着，你以后也不会再是孤身一人。我要认你做义妹，以后你就是秦家的人。秦先生，就当是随了小溪的愿望吧。嗯。秦先生，我女儿她情况如何啊？我来是要告诉你，我要认沈清雨做妹妹。从今以后，她就是我秦家的人。你们不要再来骚扰她。什么？这怎么可以？她生着重病，我是她母亲，我怎么可能不管她？是啊，沈夫人若真的那么在乎她，又怎么会让她病到如此地步？秦先生，我这女儿生性顽劣，恐怕沈大帅，您说笑了。青羽她识大体，明事理，何来的顽劣之说？可是，好了，我妹妹生病需要静养，各位没什么事，请回吧。送客。各位，请回吧。哎呀！沈清羽这土命鬼都快死了，就算有了秦家病，也不过就是棺材里多2斤纸钱罢了。青羽怎么会得绝症呢？我竟然还推了他。我来，哥，我来。谢谢你啊！谢什么？这是妹妹应该做的。都怪那些叛军，把你打成这样。要是我在，一定保护好哥哥，不让哥哥受伤。我堂堂一个少帅，还需要自己的妹妹保护吗？我知道我自己能力有限，所以亲自熬了汤药给你，希望你快点好起来。以后这种事情交给下人做就可以了。下人熬的是汤药，我熬的是心意。
青羽，你得了这么重的病，居然不告诉哥哥，哥哥到底是有多么不值得你信任？哥，你找我啊？你干嘛呀？哥，我做错什么了？陆寻风，你是怎么做医生的？青羽都病成那个样子，你居然跟我说他是装的？不是，我哪知道啊？他那个人诡计多端的，谁知道是真是假？你，再说，你不是查过金星书院吗？他在里面好吃好喝的，我怎么知道他病得那么重？不行，我还是得亲自去一趟金星书院。金先生饶命，饶了我们吧，我们知道错了。金先生，金先生，不是我的错，是他天天用鞭子抽锦溪和沈清宇，你血口喷人，不是的，是他拿夹棍把他们两个人手指头夹断，你饶了我吧。鞭子夹棍，竟然还有这种事！明知道小溪高烧不退，却不肯送他去医院，还故意不给探火。如今却在这里互相攀比，整个静心书院谁没受过你们两个凌虐啊？谁给你们的胆子敢对我妹妹用私刑？少帅，是有人花钱让我折磨沈小姐的，少帅饶命，饶命啊！给我说清楚，到底是谁？我不知道，是个女的，她夜里来的。女神，少帅，他是坐大帅府的车，我以为大帅府不想让沈小姐回去的。少帅饶命啊，少帅！他帅府的女人，那除了姨妈不就是？我警告你啊，千万不要胡乱攀咬。真的是坐大帅府的车来的，我怎么敢骗你啊，少帅！把他们两个押回去，好好审讯。这静心书院，我看也没什么存在的必要，把他们带走。饶命啊！我求你们了，少帅，金先生。哎，青羽，累了吧？我先送你回去。哥哥，我没事。这里的事我会处理好的，你不用担心。青羽，青羽，你等一下。沈少帅还有什么事吗？青羽，对不起，哥哥真的不知道静心书院是这种丧尽天良的地方。你当然不知道，这3年来你来看过我一次吗？对不起，是哥哥错了。青羽，可不可以原谅哥哥？哥哥，我看你是沈西西一个人的哥哥，不是我的。青羽，青羽，我一定会查清楚3年前的事情，给你一个交代。哥，我们又不是故意害他的，我看他就是攀上了秦家的高枝，看不起咱们了。闭嘴！少在这里煽风点火。跟我什么关系？我让你仔细去查静心书院，你居然跟我说青羽在里面过得很好。我亲自去查过了，那里面简直就是人间炼狱。冤枉啊，少爷！我什么时候说的青羽过得很好？你还敢狡辩？请少爷明察，我查到青羽小姐天天被虐待，我回来跟二小姐汇报了，二小姐说她向你汇报了呀。你说你给西西汇报过了？你说你给西西汇报过了？是啊，二小姐没告诉你吗？这3年来，青羽小姐在里面逃跑了5次，每次都被抓回来。为了惩罚她，他们给她灌辣椒水，让她跪着受罚，还夹断她的手指，拔掉她的指甲。最后一次，差点没打到她半死。从那以后，青羽小姐就再也没有逃跑过了。姐姐在静心书院吃好的穿好的，
每天还有专门的老师负责照顾呢。我知道了，今天的事情不准告诉任何人。先下去吧。是。这3年来，还有多少事情是我不知道的？难道青羽一直以来说的都是真的？哥哥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没有休息？西西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没有啊，哥哥怎么这么问？真的吗？哥，西西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但如果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也是太害怕失去你们了呀。是吗？你知道的，我不喜欢别人撒谎，千万不要骗我。我怎么会骗哥哥你呢？那就好。坏了，难道他发现什么了？从脉象来看，小姐病已经好多了。太好了，是国外来的特效药，竟然有起死回生的功效。小姐只要按时吃药，日后定能保你不孕。先生，我先走了。好。哥，谢谢你。你呀，既然叫我哥，就无需道谢。我呢，没能照顾好小溪，能治好你，也算是对我的一种安慰。对了，你病好以后，打算干点什么？我想重拾画笔。从前，我没有机会好好画画。好。这些颜料，还有这些纸笔画册，送回公馆。小姐，画材都已经全部买好了。多谢皇叔。那我现在就送回公馆。青羽，青羽，最近还好吗？天气这么凉，晴川怎么让你一个人出来？不劳少帅关心，我哥对我很好，知道我以前没有机会好好画画，特地让我出来买画材。看来你在秦家比在沈家开心。当然，皇叔，我们走。等一下，那个，对了，听说宋吉安最近回来了，3年前的事情，我一定调查清楚，给你一个交代。你可以原谅我吗？现在说这些，你不觉得晚了吗？谁？看保老子活腻了！宋吉安，留洋2年回来，连我都不认识。少帅，你把我干什么？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问你，3年前你和我妹妹青羽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又问这个？我之前不是说的很清楚了吗？是沈青羽贪图富贵，想和我青梅竹马熟饭，在我茶里下药。我再给你次机会，你说不说？救命啊！少帅，我说，我全都说。你是谁？
这是宋吉安，我在辽阳石的同学。这是我那个被捡来的姐姐。哎，看傻了？他就是从孤儿院回来的那个。怎么，你看上了？我哪儿看啊？我订过去了，大帅府下的千金，总能给我做妾了。做妾，倒也不难，就看你敢不敢了。你是说，这一切都是沈西西教唆我做的。这件事情就是这样的，沈西西说生怕之后沈清宇就没人要了，再过2年就双父父母许给我做妾，谁知道你们转头就把她送进了静心书院。我的亲妹妹给你做妾！原来真的是西西陷害折磨了青羽，枉我和爹娘一直这么信任他。少帅，二小姐来电，问你今晚回不回去。跟他说我不回去了。是。沈西西，你打算去哪儿啊？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父亲母亲，你们怎么也在啊？我不回来，怎么看好戏？浩云，你这大晚上的把我们叫过来做什么呀？西西，你是打算出去之后找他吧？是他，就是他，就是他半夜递了银票来让我狠狠折磨沈清宇。什么？就是他半夜递了银票来让我狠狠折磨沈清宇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攀咬我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浩云，是不是搞错了呀？没搞错，是他深夜到书院来递了一笔银票，说最好别让沈清宇活着出来。先把他带下去。不是我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呢？不是我。那污蔑青羽通奸的人呢？宋吉安可交代了，亲口告诉我是你指使的。宋吉安，他不是留洋去了吗？哥，你没搞错吧？很不巧，他回国的第1天，我就派人从码头把他抓回军营了。浩云，你是说3年前青羽是被冤枉的？没错，父亲母亲，3年前他和姓宋的串通好污蔑青羽，后又买通静心书院的人陷害青羽。没想到我一直宠爱的女儿，竟然是这种人。青羽可是你姐姐呀！不是，哥，我错了，我只是太怕失去你们了，我怕姐姐回来你们就不爱我了，我只是一念之差呀。一念之差。青羽回来的那天浑身是伤，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儿。我派人去静心书院查，你却故意隐瞒调查结果，害我们全都误会了青羽。这就是你所谓的一念之差。我看，分明是处心积虑。来人，给我拖出去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父亲，我错了，你就原谅我吧，父亲。沈清羽都快死了，秦家那个医生说他没救了，你们难道想失去2个女儿吗？我们沈家没有这么恶毒的人，
来人，把他给我逐出沈家！哎呀，浩云，西西，这么多年，我们沈家从来也没有亏待过你，但是你太让人心寒了。母亲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我们沈家与这个人再无任何瓜葛，逐出去！上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哥哥，父亲，让我回去！给，西西，这是怎么了？周哥，我以后只有你了。西西别哭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姐姐，她埋头下人污蔑我，害我被赶出了家门。怎么会有这样的姐姐？太过分了！周哥，我哥哥他们都不相信我，你不会也这样吧？西西，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呢？我这一生唯爱才华，什么样的名家大师我没见过，但我见你的第一眼就被你的才华所折服。初见那天，你就站在画板前，我一看那幅画，我就知道，你就是我要找的人。放心，你是有真才华的人，就算大帅府不要你，你还有我。这周云城就要举办国际画展了，我一定让你扬眉吐气，让沈家人知道，他们错过了一个多么有天赋的天才。周哥，还是你对我好，但我现在没心情画画了。不如就拿我大学时的作品参展吧。当然可以，你大学时的作品绝不输那些国际大师的画作。只要我在画展上一战成名，沈家的人迟早会回心转意。沈清宇那个小贱人怎么比得过我？什么？西西怎么会如此恶毒？哥，不是你。哥，你没搞错吧？这证据都摆在面前了，怎么可能会搞错？真是后悔，怎么当初就没有相信青羽说的话？是哥哥对不住你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把表妹接回来。对。一定要把青羽接回来，他现在病得这么重，我得好好补偿他。他这样不清不楚的住在秦家，也不像话。把他接回来，好好养着，就算治不好，我们也尽力了。父亲，母亲，我们一起去接青羽吧。好。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以前手指受过伤，拿不稳画笔了。别挣扎，你家里呀，可有人要我好好照顾。我又要干什么？听说你还会画画，哟，今晚过后，看你怎么拿笔。这些人真是太恶毒了。没事，都过去了。我认识一位老中医，治筋骨堪称一绝。明天我带你去看看，一定可以把你的手治好的。你已经为我付出很多了，青羽感激不尽，不敢再麻烦你了。你的画作如此出众，如果埋没了这双手，才会令我感到不安。从前父亲母亲觉得我不懂艺术，只给沈西西请老师，从来不支持我。
没想到只认识几天的哥哥，却能成为我的知音。哥，能当你妹妹，真是我的福气。他这样谨小慎微，从前在家里一定受尽了委屈，我绝不会让他重蹈小溪的覆辙。青羽啊，你的福气还在后头。这个月云城要举办画展，我一定会让所有人都看到你的才华。先生，沈家人在外求见。他们来做什么？青羽，沈先生，我们家小姐大病初愈，还请你长话短说，请勿纠缠。荒谬！我们本就是一家人，怎么是纠缠？沈大帅可真奇怪，我想好好相处时，你们只顾着沈西西，完全不管我的死活。现在我要和你们断绝关系，倒是口口声声说我们是一家人。青羽，你病好了，是不是没事了？我好不好和沈夫人没有关系吧？青羽，是我们错了，我都查清楚了，我们都是被沈西西骗了，可以原谅我们吗？是啊，表妹，你就别生气了。我之前跟你作对，那都是沈西西从中作梗。青羽，你哥已经把沈西西赶出去了。沈西西固然可恶，你们就全然无辜吗？沈西西当年陷害我的手段并非天衣无缝，但凡有心查证，很容易就会发现破绽。我辩解，完全没有人当回事，只是一味的偏听偏信。说到底，你们还是瞧不起我是从孤儿院里回来的，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，也不配和你们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。青羽，当初是我们不对，但是我们今天是真诚的来向你道歉的，请你原谅我们好吗？是啊，青羽，你看，你给哥哥买的钢笔，以后哥哥都随身带着。青羽，你看，爸爸还带着你买的烟斗，妈妈也带来了你买的披肩呢。是啊，那年冬天我吃了多少苦，才凑够钱精心准备这些礼物。可是你们只有嫌弃，现在倒肯带着出来了，是觉得这样就瞧得起我了，是吗？我是该感恩戴德，还是痛哭流涕？我们不是那个意思。青羽啊，我们都登门道歉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如此不依不饶呢？你们道歉我就必须接受吗？那你还想怎么样？你是耳聋了吗？我回来第一天就说过，我要和你们断绝关系，你听不懂人话。沈青羽，都是一家人，你非得闹得这样难看吗？过去我需要你们的时候，你们从来没正眼看过我，现在倒是又说我们是一家人，不觉得晚了吗？好，好，你现在有了秦家做靠山，翅膀硬了，就羞辱你的父母来泄愤。爸，青羽只是受伤太深了，我没那个闲心专门来羞辱。沈大帅，从头到尾都是你在自取其辱。秦先生，这就是你认的好妹妹，她仗着有你撑腰，目无尊长，不孝父母，难道你就纵容她这样无法无天吗？我的妹妹，我当然纵容。青羽如此懂事，我看沈大帅真应该好好反思一下，是怎么把这么好的一个姑娘逼到如此地步。沈大帅，沈少帅，我们家小姐要休息了，请你们离开。你一个下人，竟敢对本少帅这么说话！沈少帅，为着你跟我们家小姐有血缘关系，我破例放你们进来。
你们要是不肯好聚好散，那我们秦家多的是手段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们家小姐人善心软，才与你们多费口舌，我可不会如此好说话。他人善心，心软。送客，请吧。岂有此理！这个不孝女，父母都亲自登门道歉了，她居然还敢摆脸色！我看她现在就是有了秦家，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。哎，我还以为他很懂事，会体谅我们呢。你们自己要不要听听你们自己在说些什么？就是因为他之前太懂事，所以才会被西西欺负。我们为了他，已经把西西都赶走了，结果他早知道什么？母亲，您难不成还要把沈西西接回来不成？我是坚决不同意沈西西踏入沈家半步。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青羽他如今太过霸道了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哥哥，父亲今早咳了几声，我炖了冰糖雪梨给他。那你怎么不进去啊？父亲睡着了，我不想吵醒他，还是等他睡醒我再进去吧。行吧，随你吧。哥哥先去忙了。哥哥，慢走啊！今天风大，别着凉了。庆宇他之前是多么温柔的一个人，是因为我们太不懂得珍惜了。不行，我还是要把他接回来。只要我们肯诚心道歉，他迟早都会接受的。他敢用那种态度对我，找什么找？你们当秦家真的会一直养着他吗？非亲非故的，凭什么？也是，浩云，你放心，秦川现在是欠了人情，让他做妹妹只是一时的还人情，他还能一直赖在秦家不走啊？等他在秦家待不下去了，自然会回来的。他毕竟姓沈。就是，我们热脸贴冷屁股，倒不如等他自己回来。到时候低声下气的就是他。你们真是糊涂了。不行，我要去把青羽接回来。你们要是爱摆谱，那就摆谱吧。你们别忘了，她是你们的亲生女儿，我的亲妹妹。哎呀，这孩子！小姐，根据检测报告来看，您的手指骨并未伤及根本，接下来只需要好好调养，按时服药，很快便可以痊愈了。多谢大夫妙手回春。您是秦先生带过来的人，我自然要竭尽全力。太好了，这下我又可以重新画画了。姐姐，这么巧呀？谁是你姐姐啊？姐姐，你来这儿是来看病的吗？可惜啊，绝症是治不好的。是吗？我觉得脑残才是治不好的。你敢骂我？不过有些人啊，就是天生命永远都是输家，再怎么急也没有用。怎么这么怕我打你？你这个，少在这装模作样！我劝你啊，还是早日给自己打副棺材吧。我就不一样了，这次画展呀，我一定会一举成名，蜚声国际。沈西西，你连申请国外大学的资格都是盗用我的作品，你该不会以为凭你自己就能考上吧？原来他发现了。我就是盗用你的作品又如何呢？你一个将死之人，就去地府告状吧。哎呀，西西，西西，沈西西，你又想对青羽做什么？
哥，我没想做什么，我只是想给姐姐道歉而已。姐姐打我，消消气也是应该的。清月，你没事吧？我现在没时间陪你们演戏，我还要去准备画展。他也要去画展？真的吗？清月，我一定会去支持你的。不必了，我学画时你们没有支持，只有质疑。现在你不必假惺惺做戏。清月，你是不是为了气哥哥才这么说的？哥哥知道你受了委屈，心里有气，那也是应该的。气你？我可没那个闲工夫。叫你哥哥的人还在地上，他才是你最疼的妹妹。我跟你说过了，以后你跟沈家没有任何关系，在外面也不要叫我哥哥。哥，我早就叫人在静心书院废了沈清羽的手，他去画展也只是现手。明天我就让你们看看，到底谁才是最疯狂的，让你们叫着喊着认我回去。不愧是出自大家之手啊！不错不错，你看这样子，这意境别人可画不出来，真不错啊！搭配的也好，这个构成不错呀，看这个。许公子真是好眼光，找了个这么有才华的未婚妻。久仰沈小姐的大名，今日终于得以一见。听闻这次画展汇集了云城名流的画作，不知谁能拔得头筹，获得最高的奖项？那还用说，当然是沈小姐。那就借诸位吉言了。哎呀，你说你也是，非带我们来这儿干嘛呀？让青羽自己回家不就得了？我看你呀，就是太给他脸了，才纵容他如今这样张狂。父亲母亲，你们别这么说，本来就是我们亏欠青羽。哎，想必这幅就是沈小姐的大作吧？真是惊艳啊！沈小姐的油画风格独特，一眼便认得出。是啊，你看看这意境。这是我的作品。这是谁啊？他画的画怎么和沈小姐的那么像？他的手不是废了吗？怎么还能画出这么好的画？姐姐，你抄袭了我的作品，也好意思出来献丑？这也太明目张胆了吧！抄袭的太恶劣了。难怪这幅画和沈小姐的风格如此相似，原来是抄袭啊！竟然有这样的事！沈思熙，我抄你，怎么可能？你还真会倒打一耙。诸位，我未婚妻的画作在这里。这确实很像。哎呀，不愧是获奖的佳作，这海上波光粼粼的笔触竟如此耀眼，太美了。父亲，父亲，西西知道下周就是您的寿辰了，我特地画了这幅画，祝您如日中天，身体康健，还请父亲接纳我的一片孝心。虽然你做错了事，但孝心可嘉，不愧我养你这么多年。和某些不孝女比起来，高下立现。父亲，您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小人，就算我的手段被发现了，爹一心软，还不是要认我？诸位，这幅画作，我未婚妻早已完成，某些后来者不过是东施效颦罢了。想不到堂堂京城商会的徐大公子，居然是个有眼无珠的蠢货。沈清羽，你是不是得了疯病？而你，所谓的你未婚妻的画作，这也是我的作品。你与西西处处不和，看在你是她姐姐的份上，我不便多说。但这一次，你若是把她的名声毁了，我断不会容忍。你赶紧给西西道歉。道歉？这幅画是我3年前的练习画作，是沈西西偷走，拿来参加画展评奖。
姐姐，你说这话可要讲证据啊！这明明是我的画作，你不能光凭一张嘴就污蔑我吧？你说这幅画是你画的，可这幅画根本没有画完，你不知道吗？这是一幅残作。你胡说什么？那年我打工赚钱自己学习油画，可惜颜料太贵，我只有一点，根本画不完这幅画。这幅画缺了最关键的东西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这么说的话，好像是缺点东西啊，好像有点寡淡。是我为了符合这次画展的主题，去掉了云间的海鸥，使得天空过于空了。但这也只能说明这幅画是不完美的，也不能证明这是你的吧？你确定是海鸥的原因吗？当然了，虽然这不是一幅完美的画作，但是你也不能污蔑我。沈西西，你可真蠢！你别废话了，有本事你就证明这幅画是你的。沈西西，想不到你出身法国美院，却连这么明显的错误都看不出来。这幅画的关键根本不是海鸥，因为深海之上没有海鸥，这才是这幅画原本的样子。你看，这是……没错，这幅画就是要加上这一抹红，才是朝阳，否则就是夕阳。朝阳和夕阳的用色是不一样的。沈西西，你连这一点都不知道吗？被他添了一笔之后，好像确实不一样了，更好看了。的确，难道这幅画真是沈西西冒名顶替？谁说我画的是朝阳？我画的就是夕阳啊！对，西西画的本就是夕阳。你刚刚说以这幅画庆祝父亲生日，祝愿父亲如日中天，原来竟是夕阳。你是想诅咒你父亲吗？沈西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虽然是养女，但是我们沈家从来没有亏待过你，你竟然敢咒我！不是的，父亲，我没有啊，父亲。父亲，我相信青羽，沈西西心机深重，心思歹毒，她什么事情做不出来？沈西西，怎么不说话了？那你到底是偷画还是诅咒父亲？选一个吧。难道沈青羽说的是真的？难道不？西西不可能骗我。解释啊！怎么不说话了？父亲，西西真的没有心存诅咒，西西只是失误了，我怎么会诅咒你呢？真是丢人！走。父亲，西西，你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？周哥，我只是太累了。沈西西，陷害我进静心书院后，你偷走了我全部的画作，用它们来申请大学进修美院。只可惜你太蠢，这么多年了，连基本的用色都没学会。周哥，你相信我，如果是我冒名顶替的话，我不得好死。西西，你何必发这么毒的誓？我相信你就是了。可笑！发誓有用的话，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多冤屈之人？姐姐，你别欺人太甚。既然你不愿意承认，我们来比试一场。3日之后现场作画，由在场各位见证。你敢吗？不，他不敢，这是心虚了吧？沈西西，你犹犹豫豫的，在怕什么？这样就是不敢。看来是心虚了吧？比就比，不过不比油画，比国画。油画完成的时间太慢了，不如当场挥墨，让诸位见证一下，谁才是真正的画家。青羽好像没有学过国画，比起了输了怎么办？真正有艺术天赋的人，画什么都一样出色。姐姐，你敢吗？有何不敢？沈西西，你偷走我的人生，现在是时候该让你全数奉还了。就比国画，你我胜负，3日之后自见分晓。好。好久没见到这么热闹的场面了。
正好，我也借这次画展，向各位正式介绍一下，这位沈清雨小姐，是我秦川的妹妹。秦家主的妹妹啊？什么？原来是秦先生的妹妹，难怪如此有才华。沈小姐的画真是可赞可叹呐。既然要比国画，那就好好比。我相信我妹妹的才华。周哥，你今天也累了，喝杯安神茶吧，我亲手煮的。西西，你我第一次相见，我便被你的才华折服。可你每次作画的时候都不让我在你身边，这是为什么？周哥，我不是说过吗？有人看着我会紧张。是吗？那3日后当着众人的面作画，你就不紧张吗？我也会紧张啊，所以我想请个老师指点一下。我很久没画国画了。你还需要老师指点吗？周哥，你一直这样怀疑西西，西西真的很伤心。明明是姐姐她抄袭我的画作。我只是觉得奇怪，你一直不让我看你画画，这次你就能看见了。周哥，你相信我好吗？如果连你也不相信我，那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哎，好了，不要说这种不吉利的话。你想请什么老师？我以前读书的时候知道一位画家叫慕白，他的山水画堪称国手，风格奇特。不过他很神秘，从来没有露过面。周哥，能不能帮我动用一下你的人脉，帮我找他指点一下呀？好，我去打听一下。你我即将成为夫妻，我肯定是要支持你的，我不该胡思乱想。西西。不和沈家人发脾气的时候，还是很乖的。抱歉，吵醒你了。谢谢你的外套，哥哥。老板，有位姓曹的老师说要见青雨小姐。曹老师，青雨，青雨，你怎么瘦了这么多？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？怎么渺无音讯的？我被家里人关去了静心书院。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会被关到那种地方去？难怪后来你都没来找我画画了，我也联系不上你。都过去了，我不想再提了。老师，你怎么来这里找我？是沈少帅告诉我你在这儿的，有人托我请你来当老师。请我当老师？是啊，说是以前就很仰慕你，之前你托我卖的水墨画都是用的别名，又交代我不要透露你的身份，所以我先来问问你。我那时是不想让家里知道我在勤工俭学。是谁请我当老师啊？是京城商会的二公子徐州，说是替他未婚妻请的。哦，原来是他呀。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我就帮你回绝了。不过他是重金聘请，看上去很有诚意，费尽心思辗转打听才打听到我的，就是想让你指点一下他的未婚妻。不必了，既然他这么想让我指点1、2的话，我去便是了，就约在你的学堂见面。不过我要开双倍价。好，青雨啊，前几年我帮你卖的画，如今都涨到天价了。大家都以为著名的画师慕白是个老头子，这次你要是以这个身份复出啊，文艺界一定会很吃惊的。慕白
白大师怎么选在这么寒酸的地方上课？西西，真正的名家往往不拘小节，别计较这些。好的，周哥，都听你的。这个贱人怎么也来这里了？难道也是来找慕白先生指点的？沈清雨，你也是来学习的？学习？那可不是。那你是来干什么的？我来这里做什么？需要向你汇报吗？你怎么说话的？徐公子，难道你想和我们秦家作对？今天我们是花了重金来这儿求学的，不希望有人来叨扰。这里是学堂，任何人都有资格进来学习。难道你们京城商会还能管这些？学习也得看能请到什么样的老师吧。姐姐，你别白费力气了。我花重金请的老师可是慕白大师，能得到慕白大师的一两句指点，都够普通人钻研半生了。不过以姐姐的见识，恐怕这辈子都无法了解这样的人物吧。那真是恭喜了。听说神秘画家慕白今天会在这里露面。我们主编说让我一定要拍到他的照片。这慕白大师沉寂了3年，大家都以为他封笔了，没想到竟然愿意现身了。当然是我一掷千金，诚心求慕白大师出山了。这位是沈西西小姐吧？我认得您。云泉画展上，您与另外一位沈小姐比赛作画。是啊，能请到慕白大师指点，您真是太厉害了。看来2日后的画技比赛，沈西西小姐赢定了。待会儿你们拍照的时候，记得把我也拍进去。我以后可就是慕白大师唯一的关门弟子了。晚些时候，沈西西小姐介不介意接受一下我的专访呢？我提前写好稿子，您一获胜我就发稿。好呀，姐姐，我看你还是知难而退吧。就算你攀上秦家又如何呢？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不过你要是诚心想学，等你输给我后，你好好求求我，说不定我愿意指点你一下呢。那我可拭目以待了。哦，不对，我忘了，姐姐没有学过国画，哪怕是出身美院的我，亲自指点你也没有用了。哎，我看你们一会儿也顺便采访一下她吧，问问她是怎么敢和我比的。走吧。西西，你刚刚何必那样跋扈，惹起风波？周哥，都是因为姐姐从中作梗，才害得我被哥哥和父母误会，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。周哥，你放心，一会儿慕白大师来了，看了我的作品，好好指点一下。他一个没学过国画的，凭什么赢过我？徐先生，曹老师，谢谢您帮我联系了慕白老师，请问他来了吗？慕白老师，出来吧。这位就是慕白老师。在下慕白。在下慕白。慕白？他是慕白？你在装什么？你怎么可能会是慕白？堂堂的慕白大师，竟然是个年轻女子啊！曹老师，你没找错人吧？我和慕白小姐认识很多年了，当时她的那些名画都是托我卖出去的，我怎么可能会搞错？真是他，这么年轻啊！不可能，他这个贱人从来没学过国画，那些名作怎么可能出自他手？你怎么知道我没学过国画？在你四处交际花天酒地的时候，我一直在学国画，只是你不知道。原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慕白。这样一个有天赋、有才华的画家，怎么可能抄袭西西的画？不是让我指点你吗？现在我告诉你，你根本没有学画画的天赋。沈清雨，你乱讲什么？你都快死了还在这装！忘了告诉你了，
我的病治好了，接下来我会好好等着和你比试画技。别怕了，别怕了！现在我指点完了，钱我可1分都不会少拿。你们可以留下来吃顿便饭，不过没菜啊。这怎么办？这还专访吗？专访个屁啊！你们给我滚！走吧，快走。周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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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周哥！哥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青羽，哥哥知道错了，跟哥哥回家吧。哥哥认真的反思过了，过去的日子里是哥哥不够了解你，不够信任你。哥哥知道过去你在家里受了很多很多的委屈，给哥哥一个机会，让哥哥好好弥补你，好不好？我要把这些年沈家亏欠你的全都补回来。青羽，跟我回家吧，我们是兄妹，我们的血缘是斩不断的。有些事正是因为有血缘关系，所以才更令人惋惜。有些东西损就是损，不是用这些金银可以弥补的，比如爱，比如尊重。希望你能明白。青羽，我明白的。青羽，我真的都明白。我不是用钱来买，我是想让你看到我的诚意。我不介意等你回家。青羽，青羽，少帅，青羽，我会等你回心转意的，我会等你回家的，青羽。青羽，不行，再这样下去，我岂不是没有翻身的余地了？怎么还没回来？回来了。哥哥，你今天不是要出门吗？都已经办完事回来了，怎么样？今天有扬眉吐气吗？哼哼，不但扬眉吐气了，还让他们破费了。哥有的是钱，你想要多少，哥就有多少，不必为了这点碎银焦虑。我知道，哥，但是这是我靠本事赚回来的，我自有用处。好，好，好，快去洗把脸，喝甜汤了。周哥，你别走！放开！你还不肯跟我说实话吗？沈西西，你当我是傻子？沈清羽那么厉害，怎么可能会抄袭你的画作？周哥，你不要被沈清羽给骗了，他那么年轻，怎么可能会是慕白大师啊？我去鉴定了沈清羽之前留在曹慧那里的山水画作，与慕白的画比对过，就是真迹。那也只能说明他比较擅长画国画，并不能说明是我盗取了他的画作。好，要证明这点很简单，你当着我的面画一幅油画，无论大小，都能见分晓。周哥，我不敢是吗？你果然是在骗我，难怪你从来不让我看你画画。原来你发表的所有画作，真的都是盗取了沈清羽之前的作品。不是的，你听我解释。我真傻，我还以为你是什么天赋异禀、才华横溢的画家，对你倾尽一切，予取予求。原来真正有才华的是你姐姐，我是个撒谎成性、心思阴险的毒妇。沈清羽那个小贱人，不过是有点奇淫巧技罢了，我才是真的爱你啊！你我婚约到此结束，我绝不允许像你这样心术不正的人嫁进徐家。你不和我成婚了？是，我们之间结束了。你不和我成婚，难道想娶沈清羽那个贱人不成？周哥，我心里只有你，我是爱你的，你不能抛下我呀！沈
沈西西，你一个大家闺秀，应该懂好聚好散是什么意思，别闹得太难看。你不相信我不要紧，明日的国画比试，我会让你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赢家。沈西西，别再自欺欺人了。沈清宇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安安稳稳的来和我比试的。老板，哎，帮我把这只黄金珐琅怀表包起来。哎，好。哎，遗忘，上次你答应我。哟，还真是不巧。站住！这就是你看见亲生父母的反应，连招呼都不打一声。哎，姨父，人家不是说跟咱断绝关系了吗？人家现在攀上高枝，看不起咱们了。血浓于水，岂能说断就断？就是，你们忘了，我是孤儿院里出来，不是你们的女儿。青雨啊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怨气，但我和你母亲也是被人蒙蔽了。你身为女儿，难道要一直责怪我们吗？消消气啊，青雨啊，你今天是来买东西的吗？身上的钱带够了吗？不关你们的事。哎，等会儿，你拽什么呀？青雨，青雨！老爷，别管我，快去救青雨！小姐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快来救命啊！医生，医生，伤者没有伤到要害，就是这腿可能保不住了。医生，医生，徐凤以后可怎么办呀？抓到了，就是他解开了货架上的固定绳索。你这个小畜生，好大的胆子！大帅饶命啊！是一个姐姐给了我铜把，叫我偷偷解开绳子的，我不知道会砸死人啊！是谁？我不认识。哥，青雨，青雨，你手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不查清楚是谁干的，我不放心你下午和人去比试画技。哥，我有一个主意，我们把这个小乞丐带去比赛现场。你的意思是？好，就按你说的做。沈大帅，谢谢你今天试图帮我。青雨，青雨，难道我们真的生分至此了吗？哎，现场作画，这多考验画技啊！哼，我真挺期待的，对吧？画到底什么？我觉得还是想挺好。安静，安静。本次比试的试题是秋意浓，请两位小姐作画。这沈清宇怎么受伤了还来比试？这还能有赢面吗？我看他挺从容的，说不定是有什么绝技呢。时间到，两位小姐都已创作完毕。
真是巧了，两位小姐都选择画枫叶来表现秋意。你看沈西西画的差别太明显了吧？沈清宇写沈西西赢了，这沈清宇画的什么呀？枯枝败叶吗？看来这回是沈西西胜出了。沈清宇，你画的如此差劲，也敢跟我比？你说？静候花开，有些风景需要耐心等待。哇，这太漂亮了吧！真的出现了，这是什么神好厉害啊！这是什么画法呀？从来没见过。太厉害了，没见过这样的，好漂亮啊！这怎么回事？这是我独创的层染技法，需要一定时间显色。沈西西小姐的画作虽然表现出了秋色，但缺少了浓这一字。沈清宇小姐的画作更具有层次感，由浅入深，层林尽染，真是令人惊叹。我相信胜负已分，诸位没有什么异议吧？没有，我宣布，沈清宇小姐胜出。当什么会呀？好，小姐，好见识了啊！好，实至名归啊！不可能！你明明被货架砸到了，手还包扎了，怎么可能画出这么好的画？你怎么会知道我的手是被货架砸伤？那天你就在现场，对吗？没有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仔细看看，是不是他叫你做的？就是他，就是他，他给我铜板让我松开绳子的。他怎么能这么干呢？让开！你干什么？你要抓我吗？闹出人命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寻风被你害惨了。什么？沈清宇，为什么受伤的不是你？这么说，这个事真是你干的？我和你母亲都在场，你就不怕伤到我们？呸！你们两个眼瞎的老东西，竟然狠心的把我赶出家门，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你可白眼了！你竟然这么心狠手辣！我多年疼爱你呀！逆女！我过得不好，凭什么让沈清宇这个贱人好过？惹你们两个老东西算什么呀？沈西西，你疯了！沈清宇，你凭什么过得比我好？那你就去牢里慢慢的想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青雨啊，这么多年是我有眼无珠，我竟然在家里养了一条毒蛇，还纵容它伤害你这么多年。青雨啊，请你原谅我们吧，我们过去太糊涂了，事到如今才知道谁是真正的好孩子。我并不想长久的恨下去，可我也没法做到无事发生。希望你们理解。青雨，送你的。原来你那天去商行，就是为了给我买礼物。小溪跟我提过你的生日，他一直都很惦记，以后每年我都替他送生日礼物给你。哥，喜欢吗？喜欢。但假如我不想一直做你哥哥了呢？如今时光静好，来日方长，将来的事情谁又说得准？